CIA 在中共军内党内的最重要的一个暗线，传递了一个重要的情报给 CIA， 说你们知道 CIA 内部有中国共产党的资深特务吗？ CIA 说操，不知道呀，但是我们总觉得中国共产党那边怎么老知道我们的情报。黄敬的真名叫于启威，他为什么要化名啊？因为于家可不得了，于家是从满清到国民党到共产党到北洋全是名门望族啊，于家，所以他参加革命，他投了共产党，他就改名叫黄敬。黄敬在解放之后出任天津第一市委书记，天津市长，那官可不小啊。后任机械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。于启威就是黄敬啊，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儿子，你们都知道，叫于正声。于正声就是政治局常委。2012年啊，老习当总书记那年啊，于正声就是政协主席、政治局常委。于启威就是黄敬同志还有一个更著名的儿子，叫于强生。于强生是于正声的亲哥哥。于正声从政啊，于强生从事情报工作，就是当时还没有国家安全部，在情报归口公安部的时候，于强生在北京公安局从事情报工作。1983年正式成立国家安全部，于强生是国家安全部5局4处处长。5局4处是什么？5局4处叫北美工作处，就是针对美国、加拿大派驻特务的工作处。结果没想到啊，1984年，美国 CIA 派了一个台湾美女勾引于强生同志啊，于强生啊，于处长就被收买了，成为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双料间谍啊，牛逼吧？黄敬于启威的儿子牛逼吧？1985年啊，1985年是在国家机关一个处长啊，一个月的工资啊几十块钱人民币啊，所以呢，中情局给了于强生多少钱？你们猜猜？把他拿下。这个台湾小美女，一方面送上自己的香吻，自己的肉体，另一方面给了他10万美金啊。1985年 ，CIA 给于强生10万美金，于强生成为美国 CIA 在中共军内党内的最重要的一个暗线。于强生传递了一个重要的情报给 CIA。说你们知道 CIA 内部有中国共产党的资深特务吗？ CIA 说操，不知道呀，但是我们总觉得中国共产党那边怎么老知道我们的情报。于强生告诉 CIA， 这个人叫金无代，所以金无代马上就被抓起来了。金无代是燕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，1948年啊就早已经加入地下党了。周恩来直线联系啊，他跟周恩来单线联系。周恩来安排他到1948年到美国上海领事馆当翻译。1949年别了司徒雷登，人家金无代混在美国大使馆，迁址到台北撤销大使馆，回美国，人家就退回美国。金无代一直混入美国，加入美国国籍。1952年就进入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，之后就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在美国 CIA 内部最高级的暗线啊，尼克松访华呀，中美建交啊，乒乓外交啊。中国之所以能够精准的掌握美中的动态啊，跟金无代的情报有极其重要的关键作用。所以1985年11月，于强生出卖金无代，金无代被捕。1986年2月，美国陪审团裁定金无代17项罪名成立，其中6项间谍罪，原定于3月21号宣判。根据他的罪名应该是无期徒刑。宣判前2天，金无代在维吉尼亚看守所自尽。因为他为什么在维吉尼亚呢？因为中央情报局的总部在维吉尼亚，他被发现用塑料袋套头闷死了。美国宣布是金无代自杀。到今天，金无代究竟是自杀还是被美国人做掉了，没有人知道。然后1986年，金无代死，对中国的这个情报系统是天雷勾动地火，一定要查出来到底是谁出卖了金无代。在这个压力下呢，
于强生很快暴露。1986年，于强生在美国 CIA 的帮助下逃往美国，他跑了，没把他抓住。然后呢，中共高层震怒，一定要弑杀于强生，绝不能留活口。为什么？一旦留了活口，中国共产党内部就会出现很多 CIA 的特务，所以必须到此为止。无论他是谁，无论他爹是谁，杀他。所以呢，中共在1986年下了全球追杀令，全球击杀于强生。于强生在美国东躲西藏，潜伏到了南美洲 ，CIA 给他一个完全全新的身份证、全新的护照，就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了。他潜伏到了南美洲，买了一个小岛，在那个岛上被中共的特工发现，一枪毙命，坠海身亡。于强生从此在世界上消失。坠海身亡的意思是什么？弟兄们，坠海身亡的意思就是没有尸体。聪明的你们看了那么多007，你们就知道那是不是于强生没死， CIA 又给他换了个脸，又放地方换了，有可能啊。所以目前还有一个说法，就是于强生还活着，在美国活得很自在啊，这个是另一种说法，但是没有办法官方确认，官方永远无法确认。当然共产党也就下了台阶了吧，啊，于强生这个叛徒我们把他给制裁了啊，也算了啊，算了。理论上来说，于正声是不能重用的，大家知道吧？你亲哥是他妈美国大特务，我操，出卖对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，出卖了我们重要的谍报人员，我操，完你还能平步青云？凭什么呀？于正声为什么能这一直往上升的？我跟你说，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？能到正国级啊，政区常委正国级，为什么？两个大人物帮他忙啊，豁达的大人物吧，或者叫亲美的大人物啊，一个是江泽民啊，因为老江啊对于家真的是够意思。老江从同济大学毕业进的一机部工作，大家知道你看江泽民的工作一机部，我问问你，一机部的部长是谁？你知道了吧？于正声他爹于启维啊，黄敬啊，所以于部长非常喜欢江泽民，就把他送到苏联、俄罗斯，那时候苏联去留学。江主席为什么说他会俄语啊？他就能唱卡秋莎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学的俄语是在俄罗斯学的。谁给他判去公派留学？镀金的于启威。所以江老爷子有个外号叫义弟啊，知恩图报啊，所以他就放于正声一马。哎，哥哥是哥哥，弟弟是弟弟嘛。还有一个人也是贵人，就是邓家的大公子，叫邓普方。邓普方还跟于正声有关系，没错。邓普方跟于正声是同龄人，只大他1岁。邓普方和于正声从小在一起玩大，活尿泥的关系。他俩在北京都是高干子弟嘛，一起玩大的。所以邓普方后来考大学去了北大，于正声去了哈军工。于正声在哈尔滨军工啊，哈军工学导弹专业的。是我们的同行啊，就是北理工、哈军工都是同行，国防科工委的学校，学导弹专业的。文革开始以后，两个人都大学嘛。然后邓普方留校了，于正声呢，也都毕业了。于文革之后，邓普方留校，于正声分到河北张家口无线电6厂，因为他学导弹的，所以当了个技术员啊，就在张家口。就后来大家知道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邓普方被批斗啊，然后被从楼上扔下来，摔断了腰啊，大家知道吧？所谓的叫跳楼自杀未遂，当时啊，摔断了双腿，这一辈子邓普方不是残联呢，就是拄拐，就是这么弄嘛。送到医院，医生听说是邓小平的儿子，当时邓小平天天被打倒，斗臭了。北京的医生不敢治邓普方。于正声听说之后，从张家口单位赶回北京，托关系找人脉，想尽一切办法把邓普方送到了医院治去，得到治疗。没有于正声，邓普方那天晚上就死了，就摔断了腰，得不到治疗，感染而亡。所以邓普方知道自己的这条命是于正声救的，他们之间除了是发小之外，更有一层关系，就是生死之交。所以邓普方当了残联主席，创办康华公司以后，第一件事就把于正声从张家口无线电厂调回来，户口回到北京，第一个工作单位是康华公司总经理，你就知道这俩哥们儿的关系了。他妈邓普方开康华公司做关导，正声你来当总经理，那就是给你钱呀。
所以于正声后来想走仕途，跟大哥说：“大哥，我不想当这个康华公司总经理经商了，我觉得我还是从政比较好。”没问题，安排你去哪儿？康华总经理直调烟台市委副书记，牛逼不牛逼？哈哈，牛逼不牛逼？于启威牛逼不牛逼？山东人是吧？想回山东？好，烟台行不行？市委副书记干去吧。正是在烟台市委副书记的任上啊，1986年春风得意，我操他妈晴天霹雳，于强生跑了，于强生跑了，我操！于正声一想，完了，我操，完了，我操，我这么好的开局啊，我操，我这开局手。一把到位烟台市委副书记，我刚屁股还没坐热，我大哥，我去他妈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，完了，狗特务，完了，哥哥通敌叛国，我肯定完犊子了啊！写辞职报告，找邓普方，第一时间找邓普方，完了，我操！1986年，大哥邓小平最火的时候，邓小平权力最大，邓普方最好使的时候，没事儿，哥哥给你挡了，没事儿，你哥是你哥，你是你。你这辞职信我给你撕了，邓普方把辞职信他写了辞职信，邓普方给撕掉，回，没事。但是呢，我现在提拔你肯定不行啊，你也不用辞职啊，你就在那缩着啊，你忍几年，3年，风声一过，哥们提你啊，跟老爷子说提你。果不其然，1989年机会又来了，江泽民上台了。而且江泽民当然知道于正声和邓普方关系好了，江泽民第一件事就是得巩固自己跟邓家的关系，因为江泽民在上海的任上跟邓家的关系并不是很熟，江泽民不是邓小平拔擢上来的，江泽民是陈云他们给推荐上来的，所以江泽民必须修复跟邓小平的关系。那怎么办呢？还想起来了，我操，那个于正声跟邓普方关系好呀，那我他妈跟于正声他爹关系好呀，所以老江上台以后。和老邓的什么杨白冰啊、杨尚昆呐，这个军队关系水火不容。于是呢，找到于正声，通过于正声请托邓普方，说服邓小平解除对自己的戒心，啊，甚至传小话，通过曾庆红传小话造谣嘛，就是说这个啊，你等你死了之后，杨尚昆是要平反64的。成功的剥夺了杨家将的军权啊！这个是大家都说是曾庆红出的主意，但是实际上实施到老爷子耳朵里的不是曾庆红，因为曾庆红也不认识了，也跟老爷子没那关系啊，是通过老爷子的儿子邓普方。邓普方为什么信呢？因为于正声在里边传话了啊，所以呢，于正声可以说是为江主席立下了赫赫战功。江主席是义弟，你爹把我江泽民拔擢我，对我有恩，你儿子我操父一辈子一辈又他妈给我立下这种大功，所以于正声在他哥哥叛逃之后，光明一片前途，仕途无人可挡。到了1992年，就开始坐飞机往上升，青岛市委书记、建设部部长、湖北省委书记、政治局上海市委书记，2012年进常委。啊，和金上搭班子，政协主席，你看牛逼吧？长知识吧？好了，别他妈跟我质疑啊！我跟你们讲，如果你与你们脑海中不符，以我这版本为主啊，因为红墙内部的消息和红墙外边是不一样的啊。于正声他爹啊，于启威啊，江青有啥关系？他妈他是江青的老公，第2任老公啊。解放后啊，他的这个以黄敬出仕，他不叫于启威，以黄敬当官出仕啊，那他是老毛的同道中人，而且是老毛的先进，老毛是后进。哎呀，那他可就惨了。所以老毛呢，1949年中共建政啊，就是老毛呢就老拿这个事儿给他开玩笑啊。老毛倒不是一个很重视贞操的人啊，老毛倒是这方面心胸很豁然。那在中南海，我给大家讲过这段子，就是中南海跳舞会啊。那有的时候呢，黄敬就去，因为黄敬在政协啊。后来啊，老毛就看见他了，老毛就说：“黄敬同志啊，我记得这是11酒会还是元旦酒会那一场啊，拿着杯子，黄敬同志啊，老毛挨个桌敬酒，到了天津啊。那时候他不是政协，他是他天津书记呢。黄敬同志，咱们两个是亲戚喽。”黄敬就是于启威，咱们俩是亲戚。
哎，咱们两个是正经亲戚，那不是主席，我是山东人，你是湖南人，咱们两个不是亲戚啊，怎么不是亲戚？我是江青同志的先夫，你是江青同志的前夫，我们不就是亲戚吗？来，我敬你一杯！我操，把他们黄敬啊，当着很多的人啊，把黄敬吓坏了。把黄敬他妈吓得回去把他吓死了，我操！所以黄敬呢就怕毛主席啊报复自己。其实于启伟小心眼了，毛主席不太重视贞操，他就是跟他开玩笑。结果呢，于启伟完了，知道自己入错道了，以为一直躲老毛，躲。就是天津的工作他不见他，一级部工作他也不见他，能让别人见他自己不去，所以老毛也挺膈应这个事儿。就是他妈黄敬，你这个瘪犊子，就是我不在乎，你在乎什么呢？终于啊，1958年啊，到了1958年，中共开了一次著名的南宁会议啊。这个会议在中共党史上很重要啊。这个因为啊，大跃进啊，人民公社、超英赶美那些傻逼口号是南宁会议定下来的。老毛和刘少奇当时的矛盾啊，刘少奇窜得最高，也是这一次会议萌生的啊，萌芽的。那中共当时的领导人还都没有被打倒啊，都参加了这个会议。于启伟当时已经是一级部部长了，他也必须得参加呀。所以老毛发言啊，先批评刘少奇，然后再点名批评周恩来，批他们右倾啊，这个保守。那么按道理呢，老毛是看不见一级部部长黄敬，他不会点的啊，但是最多点到副总理。哎，结果那天啊，黄敬藏在最后一排，低着头。哎，你看不见我。结果老毛那天心情不好啊，就看见他了，真事儿啊，真事儿。党史记着，黄敬部长，你不就是于启伟吗？你别以为你坐在最后一排我就看不见你，你就是个右派分子。你过去不成才，现在还是不成才。你要老是坦白你的问题，操！这毛主席生气了那天，骂完刘少奇，骂完周恩来，骂完周恩来，哎，看见黄敬了，你不就是于启伟吗？你不要以为躲在最后一排我看不见你。于启伟当天就精神失常了，吓疯了啊！那个晚上毛主席的医生啊，就去安排去给于启伟去看病。于启伟见了毛主席身边的人，扑通跪下，别杀我，别杀我，别杀我！然后中央没办法，就把于启伟、黄敬同志啊，就送到了广州军区总医院去治病。李富春、习仲勋、黄敬啊，在这架飞机上共同飞往广州。李富春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、纪委主任，习仲勋就是习老大他爹啊，习仲勋是国务院秘书长。一上飞机，黄敬又开始装疯啊，当然是装的了，不是真的了啊！咕咚对地打滚，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！我估计啊，就是黄敬的这一套这个表演啊，就是给习仲勋同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大家知道，后来就是习仲勋同志啊，就是有段时间也精神失常啊，就是他面对压力的时候也精神上啊，很可能就是从黄敬这儿传染的啊，黄敬给他传染上了。所以黄敬呢，到了广州，1958年2月啊，就是过完春节前后啊，黄敬跳楼自杀了，啊，真的跳楼自杀了，就是于启伟、于正声和于强生的父亲跳楼自杀了，啊，真的是被毛主席骂了那么几句之后，先是装疯卖傻，甭管是真疯，甭管是假疯，到了广州军区啊去治病，结果纵身一跃啊，跳楼自杀。所以呢，就是你看啊，就是这个二夫啊，入错了道啊，这同道中人不是乱当的啊，要三思而后入。入错啊，他是因为他是先入啊，先入为主，先入为主之后呢，就要三思而后行了。我操，就被扔下去了啊！事实上啊，但是究竟是跳楼了，还是扔下楼了啊？这个另当别论。心情好的时候，咱们两个是亲戚喽。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你以前不成才，你现在还是不成才，你要好好交代你的问题。这一句话说的心凉了。什么叫以前不成才啊？那以前主席怎么知道我不成才啊？哎呀，难道是我床上妈的表现不好，早泄这个事儿？哎呀，被我老婆告诉他献夫了。什么叫你以前不成才，你现在也不成才？哎，吓坏了，装疯吧。
老王，你装疯卖傻啊，送去广州，从楼上给他扔下去。哎，我跟你们说的可能是，我跟你们说的可能是事实，所以你才能解释为什么于强生啊，强生大哥这么恨共产党。美国来招安他，他就投了。你也能解释，其实于正声同志啊，正声同志于共产党其实也有杀父之仇啊，于毛主席至少有杀父之仇。正声同志应该也是一个 CIA 重点关注的好材料。官方记载他是神经失常啊，跳楼自杀，在南京会议上经受不住毛主席的批评啊，这是官方记载，冠冕堂皇。但是你是不是不信呢？操他妈的，毛主席批评的人多了，批评2句就死了。就是这肯定不会吧？就是他一定有他的真实的、更加符合人性和逻辑的原因，更加符合人性和逻辑的原因啊！他先入为主了啊，人家后入的这个开始的同道中人啊，开始跟你开个玩笑，后来生气了，记仇了。哎呀，这个随着官儿啊升啊，脾气就长啊，就容不得你了。这更加符合人性，对不对，弟兄们？是不是？就是我为什么非得弄死你？你碍着我了吗？啊，你为什么碍着我？你这个事儿，我操，你还有什么事儿比这个事儿更碍着我了？所以这个就是毛主席这个人的特点啊。官方对于于正声同志的评价就是，他的哥哥是他的哥哥，他是他。这个我们这个共产党是现代的党，不搞株连九族那一套的。放屁，操！共产党就他妈搞株连九族那一套，共产党你妈入团入党都要问你是不是他妈的3代贫农。那个年代共产党你他妈想入党，如果你爹是地主，你他妈还能入党？你哥哥如果是国民党的连长排长以上的，你还能入党啊？你还能提干？我操！这会儿你就说他哥哥是他哥哥，他是他，你信吗？我操！你肯定正常脑子，你肯定不信，因为共产党他妈首先要查你祖孙3代的，为什么？他知道你他妈的你对党不满，那为什么于正声能官至正国级？那今天我告诉你了，那还有原因呀，那是蒋主席、邓朴方啊。邓朴方那2条腿虽然摔断了，能保住命，他妈于正声玩命一样从张家口赶到北京，给他连夜弄到自己托关系找的医生那儿去治他啊。这些当康华公司总经理，你想这共产党能说吗？共产党肯定不会说吧。但是他把太子的命救了。老于家人才济济。我今天没有展开讲，老于家在国民党还是国防部长呢。国民革命军就是台湾的这个国民党，不是北洋时代的那个国民党，就是台湾国防部长，那就是跟共产党天天以命相搏的也是他们家的人，就是于启伟他哥。我操，这都是他们家的人，就是老于家很厉害啊。就是国共两边中台两边老于家都是高官啊，所以那不是一般的人家。对，于大为，对，你们台湾人都知道于大为，大陆人知道于大为的不多啊。于大为是老于家的，那是正儿八经的亲属。老于家在台湾那边也是什么的枝繁叶茂的，很厉害的。